是哪儿？我刚才不是在做谢娘城吗？难道我穿越了？我叫苏小满，是一名美食博主。一场意外让我穿越到了古代，我成了大周朝同名同姓的才人苏小满。原主出身低微，意外怀了皇嗣，却遭人设计冲撞圣驾，被皇帝打入冷宫。皇后连夜派人给原主灌下了堕胎药。放开我！我的谢酿成，我一个美食博主，穿越就算了，穿成个冷宫弃妃，这不是天崩开局吗？孩子，那碗药，孩子还在吗？娘亲，我在呢。谁在说话？娘亲，我是阿修呀，我还在你肚子里呢。我肚子里，我竟然能听到你说话，我怀了个什么？娘亲，你别怕，我不是妖怪，我是天庭的小食神，投胎到你的肚子里了。那碗药对我没用，放心吧，娘亲。食神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可厉害啦！我脑子里有好多食谱呢，做出来的菜肯定天下第一好吃。你一个小不点儿还懂做菜？娘亲，去厨房，开门左拐就是。这开局也太惨了，连口吃的都没有，合着我穿过来就是来挨饿的。娘亲别怕，有我呢。墙角第3个瓦罐里还有半袋粗面，灶台后面的红缝里藏着半坛老酸萝卜，院子墙根还有野荠菜，咱们能做热汤喝。行啊你，还真有2下子。咱娘俩先把肚子填饱。皇后娘娘，那苏才人昨日被打入冷宫，里头阴冷潮寒，连床后褥子都没有，想来也熬不了几日。那碗落胎药灌下去，他腹中的孽种自然留不住。可人只要还活着，终究是个隐患。素心，你亲自去内务主传本宫口谕，冷宫所有饮食份例尽数裁撤，半粒米、一口水都不许送进去。本宫倒要看看，没了依仗，他能撑到几时？是，皇后娘娘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当真是思虑周全，她也不瞧瞧自己什么出身，不过是个侥幸得宠的才人，就敢肖想皇家子嗣，
也配污了皇室血脉。他若安分死在冷宫，便算他识趣；若是敢动半分歪心思，有的是法子，让他求死不能。光有粗面和酸萝卜不行，营养跟不上，得想办法多弄点食材才行。娘亲，院子里那块空地可以种菜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自己种菜丰衣足食？正好墙角有块空地，翻一翻就能种菜。还有人来冷宫。苏才人，内务府派了个宫女过来伺候，以后就在你这儿当差了。奴婢春桃见过苏才人。行了行了，人也送到了，咱吧就走了。你们好自为之，别给我惹麻烦，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。起来吧，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，不用拘束。主子，这些粗活让奴婢来做就好，您歇着。什么粗活细活的，一起干就好了。对了，你是犯了什么错被发弄到这儿来的？奴婢原是上食局的，昨天端汤的时候没留神，脚下一滑，汤洒在了柳淑妃的裙摆上，就被发过来了。柳淑妃啊，行了，你在我这儿不用小心翼翼，能干活就行。大功告成，整点东西吃吧。让我看看，娘亲可以做杂粮脆饼，粗面加3成玉米面，温水和面，脆饼更酥。主子使不得，奴婢哪能跟您分食？您快趁热吃，奴婢真的不饿。拿着，哪来这么多虚礼？在我这儿不分什么主子奴才，就咱们俩搭伙过日子，有饭就一起吃。快尝尝，看合不合口味。奴婢原先听人说，进了冷宫就只剩等死的份儿。连口冷骚饭都讨不上，没想到还能吃上这么香的饼。瞎说什么丧气话！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饿不着咱们。往后咱们一起把日子过起来，不光要吃饱，还得变着花样吃好。就是，奴婢都听主子的。粗面快见底了，野菜也采完了，再没有新食材，只能天天喝白水了。主子，内务府早就断了份礼，皇后下过命令，不会给咱们送吃食的。我知道，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把这个萝卜做成腌菜囤起来。娘亲，萝卜干加少许白糖腌，提鲜还解腻，再放点辣椒面，下饭的很。知道了，小馋猫，就你嘴刁。主子，您的手艺也太好了吧，比上食局的御厨闻着还香。奴婢在上食局当差那么久，都没闻过这么香的味儿。那是，以后跟着我，
保准你天天有好吃的，说不定还能长胖点。你看你瘦的，风一吹就倒。主子，好像有人来了。苏才人，太后体恤宫中众人，各宫妃嫔都分了2袋细米，这是你的一份儿。哼！主子，有细米了，咱们终于有正经粮食了，以后可以蒸白米饭吃了。2袋米而已，看把你高兴的。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奴婢相信主子。娘娘，您是不是又想吐了？要不咱们回去歇着吧，外面风大，别着凉了。没事，出来透透气，闷在宫里更难受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闻闻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闻着好香啊！娘娘，这香味好像是从冷宫那边飘过来的。冷宫不详，都是获罪的妃嫔待的地方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别沾了晦气，对皇嗣不好。怕什么？走，咱们过去。我倒要看看冷宫里有什么能香成这样。大胆罪妃，冷宫之中竟敢私开小灶，公然为质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不思悔过，整日围着灶台转，满身烟火气，真是丢尽了后宫妃嫔的脸面。好了，云溪，别吵。这厨房里煮的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香？回贵妃娘娘，就是普通的酸辣糊汤，上不了台面。给我盛一碗尝尝。娘娘，使不得，冷宫的东西怎么能吃呢？万一不干净，伤了皇嗣怎么办？无妨，我心里有数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，喝下去胃里舒服多了，一点都不难受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，我叫苏小满。你就是那个苏才人，这次可是帮了本宫大忙，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说，金银珠宝还是绫罗绸缎。回娘娘，我住在冷宫里，金银首饰、华贵布料都派不上用场，只求娘娘赏我一筐新鲜时令菜，再给一套趁手厨刀，我就知足了。倒是个不贪浮华的，难得有心。云溪，回宫后即刻备好送来，食材挑最新鲜的，厨刀取上食局那套最好的。是，娘娘。往后若是琢磨出什么新吃食，一定记得知会本宫一声。是。主子，宁贵妃竟然夸您了，还要赏咱们最好的食材和厨刀。这下不用为食材发愁了。春桃，咱今天吃顿好的。娘娘，宁贵妃去了冷宫，喝了那苏才人的汤，孕吐居然好了，还赏了她好多东西，有食材还有厨刀呢。旁门左道的博宠伎俩罢了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一个罪妃也配跟宁贵妃搭上关系？我倒要看看她还能得意多久。主子，不好了！奴婢刚才路过内务府，听见好多宫人嚼舌根，说您靠上不了台面的汤水巴结宁贵妃，还说柳淑妃放话要收拾您呢。主子，柳淑妃那么受宠，她要是针对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让他们说呗，闲言碎语又填不饱肚子，有那功夫
不如多研究2道新菜。这蘑菇能吃吗？娘亲别吃，这蘑菇有毒。你还能辨出食材里的毒？这么厉害？我能感知所有有害食材。以前娘亲每一顿膳食都被人偷偷下药，日积月累才会身形浮肿、虚胖难看。但是我那时候没法出声提醒娘亲。原来是有人刻意下药，硬生生毁了原主的身子和名声。还好现在有你护着我，这些旧账，我迟早帮原主一一清算。主子啊，您贵妃赏的食材也太好了，个个都新鲜的很，尤其是这五花肉，肥瘦刚刚好，看着就好吃。娘亲，五花肉先冷水下锅焯水，加2片姜去腥，小火慢煸出油脂，炖出来才软糯不腻。收到，小食仙指导官。主子，这也太香了，奴婢闻着都馋了，感觉御厨做的红烧肉都比不上您这味儿。别急，慢慢炖才入味儿。以后咱们不用愁食材的问题了，天天都能吃点好的。娘亲，腌菜盐度要控在1:2，先杀水再腌制，口感最脆，这样放半月都不会发黏。知道了，正按着你说的配比琢磨呢。回来的正好，赶紧过来搭把手煎菜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不腌菜可惜了。皇上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当初不是他把我打入冷宫的吗？现在来冷宫是干嘛？臣妾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方才听你招呼，是想让朕留下来帮你腌菜是吗？回陛下，院中清静，臣妾只当是贴身宫女归来，一时疏忽未辨圣驾，是臣妾眼拙失礼，甘愿受罚。起来吧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琢磨写的，看来你在厨艺上倒是真的下过功夫。回陛下，臣妾只是略懂一点，在臣妾看来，做菜和做事一个道理，食材要选对，火候要稳住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能心急乱做。朝堂百官皆以规矩治国，从未有人以厨道御王道，这番说辞倒是别致又通透，有点意思。听说宁贵妃对你的汤念念不忘，朕也想尝尝，看看是不是真有本事。我勒个豆，还是低调一点，少惹麻烦比较好。要是做的太好吃，他天天来怎么办？岂不麻烦？臣妾遵旨。这就是你平常做的汤？朕方才在外闻到的香味极好，根本不是这个味道。你故意藏着手艺敷衍朕，你可知这是欺君？我去，这也能闻出来？他狗鼻子吗？臣妾不敢，陛下恕罪。如果陛下不嫌弃，臣妾再做一次如何？娘亲别藏啦，放开做，我帮你把控味道。这才对嘛。你这倒是有意思，在冷宫里，却比宫里任何人活得都自在。这皇帝什么意思？敲打我呢？陛下谬赞。
后宫的人个个都拘谨小心，待久了，实在无趣。你这儿的烟火气，反倒是让朕舒心。说的好听，你觉得冷宫是好地方，你咋不住？说起来，朕最近一直惦记着太后的身子。她老人家脾胃一直不好，最近更是吃不下东西。御膳房换了好多菜式，太医院的汤药也没断过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朕着实放心不下。陛下，太后年纪大了，脾胃弱，经不起大补。那些名贵补品太过厚重，吃多了反而积在肚里，更没胃口。哦，那你可有什么稳妥的法子？臣妾知道一个山药膏的简单做法，温和养胃，最适合老人家。选软糯的淮山药，蒸熟压成泥，加一点点枣泥调甜味，不用放太多油和糖，再小火蒸一遍定型就好。山药膏，听起来不错。口感软嫩清甜，不油不腻，既能开胃又能养脾胃，比吃药舒服多了。陛下不用特意说是臣妾做的，就让御膳房当成新做的寻常点心端上去就好，悄悄10步，安稳见效，也不会惹来多余闲话。你心思周全，想的确实周到，朕记下了。往后你要是琢磨出什么好吃的，记得给朕送一份。臣妾遵旨。撤下去吧，看着便油腻，哀家半点胃口都无。太后娘娘，您连日进食甚少，脾胃日渐枯水，长久下去，身子定会扛不住。臣等开具的汤药还需坚持服用，方能慢慢固本为元。汤药苦涩难咽，日日服用，脾胃反倒越发滞涩，已然无用，不必再提了。启禀太后，陛下听闻太后胃口不佳，特命御膳房新制一味山药膏，承太后尝尝鲜。哦，这般朴素的点心倒是少见，呈上来哀家看看。好吃，清爽不腻。哀家好久没这么有胃口了。太后胃口大开，气色红润，实在是大吉。这点心是谁做的？做得极好，赏。回太后，这养胃山药膏的方子并非御膳房所创，是冷宫苏才人献上的食补方子。陛下体恤，不愿张扬，才命御膳房代为呈上。竟是那苏小满。哀家记得宫中人人非议他体态臃肿、粗笨无状，没想到他竟有这般细腻心思，还懂精妙食补之术。果然，人不可貌相，流言不可尽信。身处冷宫，尚且有心惦念哀家，心思纯良，本事出众。来人，重赏！皇后娘娘，这苏小买太不安分了。一个冷宫弃姬，靠着几口吃食笼络陛下，讨好太后，现在风头越来越盛，再不压一压，以后怕是没人能治得住他了。暂且盯着便是，不必急于一时。风头太盛，自有旁人打压。陛下口谕，今夜翻苏才人牌子，照苏才人侍寝。主子，天大的好事！陛下翻您牌子了，快梳洗换件好看的衣裳，可不能怠慢了。打扮太费时间了，不如趁食材新鲜，多试几个新菜式。陛下驾到！苏小满，你那山药膏太管用了，太后胃口一下子就开了，今天吃的特别香，太医院都说难得，你这次真是帮了朕大忙。
只要太后吃得舒服，比什么都强。你倒是豁达，旁人立了这般功劳，早就忙着四处张扬了。你不想要什么赏吗？张扬多累呀，安稳过日子才最舒服。再说了，能帮上忙就够了，没必要搞得人尽皆知。说起来，是朕从前糊涂，偏听旁人流言，从未好好了解过你，任由六宫众人随意非议你，让你白白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这话该和原主说吧，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陛下真的多虑了，人总要往前看嘛。要是天天揪着委屈不放，日子得多无趣啊！朕亏欠你的，不能就这么接过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只要你开口，朕统统应允。我想要什么都行吗？只要我有，想要什么都行。那我想要你。苏小满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腰间的玉佩想哪儿去了？搞得我要非礼你一样，至于吗？你真的只要一块玉佩？有这块玉佩，我去用物服就没人敢给我脸色瞧啦。既然你不求别的赏赐，那朕便自作主张，给你一份旁人没有的特例。朕，启禀陛下，寿康宫急报，太后夜里突发腹痛呕吐，情况危急。太后娘娘半夜突然肚子疼，上吐下泻，止不住。陛下，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备驾。山药膏是你献的方子，跟我一起过去吧。是，陛下。阿秀，这山药膏的方子确定没有问题吧？娘亲放心，全是养胃的温乎东西，吃了绝对不会拉肚子，肯定是中间有人搞鬼。你真敢确定方子本身没毛病？陛下，我拿性命担保，这方子就是养脾胃的，伤不了人。最好是这样，真有人在里边动手脚，朕饶不了他。苏小满，你还有脸来？太后吃了你献的山药膏才成这样，分明是你存心害太后。就是一个冷宫出来的，能安什么好心？求陛下严惩。淑妃娘娘这话就没道理了，没凭没据的，怎么就赖我头上了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太后今天就吃了你那碟膏。吵够了没？进去说。臣参见陛下。太后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泻得太厉害，臣用了药也没太见效，暂时还没查到缘由。陛下您看，肯定是那山药膏有问题。苏小满以下犯上，心思也太歹毒了。陛下，我能不能自证清白，查一查就知道了。麻烦院判大人查查剩下的山药膏，再对对太后今天吃的所有东西，是谁的问题，一查就清楚。院判，立刻查剩下的山药膏。臣遵旨。陛下，山药膏里掺了玄冥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回陛下，这东西泻下的劲儿特别大，脾胃弱的人沾了就受不了。太后本来脾胃就虚，吃了自然会闹肚子。好你个苏小满，居然敢往太后的点心里掺泻药！陛下，
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可不能轻饶啊！淑妃娘娘别急着定罪啊，这山药糕我只给了方子，从头到尾都没碰过成品。从御膳房做好到端到太后面前，过了那么多人的手，怎么就一定是我干的？来人，去御膳房，把所有碰过这山药糕的人都带过来。遵旨。谁让你往山药糕里掺玄冥俗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。哼，还嘴硬。除了御厨，只有你碰过山药糕，证据都摆在那儿了。再不说实话，仔细你的皮！我说，是淑妃娘娘身边的华春姑姑找的我，她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趁没人往糕里掺点泻药，说就是给苏才人一个教训。我一时贪财才糊涂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有证据吗？千真万确，银子我还藏在铺盖底下呢，大人去搜就知道了。启禀陛下，这奴才招了，是淑妃娘娘身边的华春指使他往山药糕里掺的药。陛下饶命！奴才一时糊涂，都是华春姑姑逼我的。不是臣妾，陛下，是这奴才血口喷人。华春是我的宫女不假，可我从没让她干过这种事，肯定是她被人收买了，故意栽赃我。大胆奴才，敢在太后闪石里动手脚，拖出去杖毙！柳淑妃，管束下人不严，罚禁足半个月，扣半年此例。没朕的旨意，不准大出宫门半步。陛下，退下！让华儿进来吧。母后，您好些没？好多了，就是身上软乎乎的。年纪大了，这点小毛病都扛不住。小满啊，这是让你受委屈了。太后娘娘说哪里话？您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孩子，性子稳，手艺也好，难得的很。今晚这事，你平白受了场无妄之灾，还帮着查清了真相，该赏。冷宫这地方又破又冷，住久了伤身子。朕做主，你挑个好日子搬出去，住静华宫。陛下，怎么，不愿意？也不是不愿意，就是放心不下这片菜地。这些菜都是我从荒地里一点点翻出来种的，刚长起来，我搬走了就没人管了。正当是什么大事，就为几颗青菜萝卜？在我眼里，这可比金银珠宝金贵多了。行，朕答应你。静华宫后院，朕让人给你批一片一模一样的菜地，土啊、工具啊都备齐，保证比你这片还大。真的？多谢陛下。主子，您可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太后娘娘没怪您吧？放心吧，都查清楚了，是柳淑妃搞的鬼，太后也没事了。太好了，可吓死我了。还有个好事，陛下下旨了，让咱们搬去静华宫。真的，主子，咱们终于不用待在这破冷宫了。
主子，这几个瓦罐带上不？里面还有您腌的酸萝卜呢。带上啊，到了静华宫还能就着喝粥。放心吧，到了新地方，给你们找个更好的窝。主子，您都要住大宫殿了，还惦记这几颗菜呢。菜也是有灵气的，好好养才能长得好。再说陛下都答应给新菜地了，总不能丢下老伙计。苏才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车驾在宫外候着了。知道了，这就走。就是他啊，一个冷宫出来的，居然还能搬出来，还不是靠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做饭手艺，哄好了太后和陛下呗。哼，走着瞧，后宫哪是那么好混的？别理他们，嘴长在人家身上，爱说啥说啥。可他们也太过分了。咱们过咱们的好日子就行了，气坏了自己多亏。这么大呢？回才人，陛下特意吩咐的，说要比冷宫里的大些，让您种得尽兴。主子，太好了，以后咱们能种好多好多菜了。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安家了。朕还以为你刚搬进来要歇2天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忙活上了。陛下怎么来了？奏折批完了，没事干，过来转转。看你这架势，比御膳房专门种菜的还专业。种菜跟过日子一个道理，土要肥，水要浇匀，急不得也懒不得。菜种不好是小事，日子过不好可是大事，道理都是通的。说的很有道理，就你这儿待着最舒服。陛下要是喜欢，常来就是。等菜熟了，还能请陛下尝个鲜。主子，陛下现在可总往咱们宫里跑，这后宫里谁有您这份体面啊？哎呀，体面不体面的不重要，日子安稳就行。苏小满那个贱人，居然真让他搬出冷宫，住进静华宫了。娘娘，您消消气，咱们还在禁足呢，不宜生事。消气？他抢了本宫的风头，毁了本宫的计划，你让本宫怎么消气？一个冷宫出来的弃妃，也配跟本宫争？本宫能把她送进去1次，就能送进去第2次。娘娘，陛下现在正看重他，咱们贸然动手不太好吧？看重，不过是图个新鲜罢了。等他那点做饭的新鲜劲儿过了，陛下自然就厌了。再说，宫里有的是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咱们走着瞧。苏小满那个贱人，倒是过得舒坦。娘娘，咱们刚解了禁足，还是先观望观望吧。观望？本宫被他害得禁足半个月，扣了半年份力，就这么算了？他不是宝贝那片菜地吗？本宫就先毁了他的心头好，给他个下马威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你去找个靠谱的太监，趁夜往他菜地里撒枯草药，不用多，撒1半就行，让他眼睁睁看着菜烂掉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那片菜地，苏小面还能不能装得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。
主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就蔫了？娘亲，土里有枯草药，是专门烧坏菜根的，再浇2天水，整片菜地都得烂。我的菜啊！别急，娘亲，还能救回来。用草木灰混着发酵的桃水水浇，连浇3天就能解药性，菜苗还能救回来。能救就好，吓死我了，我的宝贝菜。还好还好，别急，能救。还能救？是枯草药，不算什么厉害东西。你去灶房把草木灰收一收，再兑上昨天的桃梅水，搅匀了拿来浇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不用猜也知道是柳淑妃，刚解禁足就来找我麻烦，心眼真小。谁？大半夜的，来我静华宫菜地转悠，想干什么？苏才人饶命，奴才一时糊涂。是柳淑妃让你来的？回去告诉柳淑妃，这次我就当是个教训，不往上捅。但要是再有下一次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奴才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滚吧！还是你做的东西合哀家胃口。御膳房那些厨子做来做去都是一个味儿。太后喜欢就好，以后我常给您做。对了，再过几日就是哀家的寿辰了，今年也不打算大操大办，就是一家子人坐一起吃顿饭。寿宴上有一道主菜，哀家想交给你做。我？你懂食补，手艺也好，我就爱吃你做的东西。太后放心，我一定做好。华熙姑娘之事，我们娘娘的意思，苏才人不是要做寿宴的主菜吗？到时候你给她的食材换成发酸的次品。要是被发现了，奴才脑袋都保不住。怕什么？就说库房发错了货，谁能查到你头上？再说了，我们娘娘还能亏了你？事成之后再给你一锭银子。行，就按姑娘说的办。主子，您看这豆腐多嫩，看着就好。娘亲，这豆腐坏了，看着嫩，里面已经发酸变质了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换的，吃了会闹肚子的。主子，怎么了？豆腐是坏的，酸了。什么？御膳房怎么敢给您送坏豆腐？还能是谁搞的鬼？老把戏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寿宴就快到了，再去御膳房要，他们肯定推三阻四。别急，你悄悄出宫一趟，去街上的豆腐房买2块最新鲜的嫩豆腐回来，别声张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母后怎么不吃？不合胃口？都是些重油重补的，看着就腻，没什么胃口。太后娘娘再等等，还有苏才人特意给您做的主菜呢，想来定是极好的。变质豆腐做出来的羹，不是发酸就是结块。苏小月啊，苏小马，我看你还怎么在宫里立足？淑妃娘娘说的是，马上就端上来了。闻着就不错，好，软嫩鲜香，一点都不腻，吃到胃里暖乎乎的，舒服。确实不错，口感清爽，滋补又不厚重。小满啊，
你这手艺真是没话说。这道8珍养元豆腐羹，是今天最合哀家心意的寿礼。这对镯子赏你，算是哀家谢谢你的这份心意。谢太后赏赐。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换了坏豆腐的，还用问？肯定是他早就发现了，偷偷换了。这个苏小满怎么处处跟本宫作对？娘娘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他又在太后面前露脸了。慌什么？一次不成还有下次。他现在风头越盛，以后摔的就越惨。本宫就不信他次次都能这么走运。好一个柳淑妃，屡教不改。陛下，寿宴事关太后体面，他都敢动手脚，实在是胆大妄为。朕知道了，去彻查御膳房，把柳淑妃安插在里面的眼线全部揪出来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确是柳淑妃暗中指使管事调换豆腐，存心刁难。传朕旨意，柳淑妃降为柳嫔，迁居映月轩，无诏不得随意出宫门。遵旨。你受委屈了？没事，再说最后也没出乱子，还揪出了不安分的人，挺好的。苏才人对食补的见解比太医院很多医官都透彻，老夫佩服。院判大人说笑了，我就是瞎琢磨，哪儿比得上您专业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对了，老夫顺便给您请个平安脉吧，看您最近气色不错，也看看脾胃调理的怎么样。好，麻烦您了。苏才人，您这是喜脉呀，都2个多月了，老夫这就去给陛下和太后报喜。院判大人，先别声张。这是大喜事啊，为何？我刚从冷宫出来没多久，根基不稳，后宫人心复杂，要是消息传开了，怕是有人动歪心思。您悄悄告诉陛下和太后就行，千万别往外说，免得节外生枝。还是才人考虑周全，老夫明白，一定守口如瓶。小满，我老远就闻着你这儿飘香味了，特意来蹭点吃的。贵妃娘娘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别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多见外。我就是最近天气燥热，又没胃口了，就想来你这儿坐坐，顺道讨开胃的小零嘴。正好我腌了点酸甜萝卜，爽口得很，我去给您装2罐。太好了，就爱你腌的这个，比御膳房的强100倍。对了，柳淑妃被降位的事我听说了，活该，谁让她总搞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。宫里的事，谁说的准呢？主子，您最近气色真好，脸上都有光泽了。是吗？可能是最近吃的好，睡得香吧。就是您还是圆乎乎的，不过比以前看着匀称多了，不是那种虚肿的样子了。娘亲，寒毒排出去就好了，不用特意瘦，微胖才健康，对宝宝也好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想着瘦，这样挺好的，胖点就胖点，健康比什么都强。再说了，瘦巴巴的哪有力气种菜做饭？也是，主子这样最好看了，看着就喜庆。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陛下怎么来了？顺路过来看看，这些是江南新进贡的食材，还有一些温和的补品，给你送过来。多谢陛下。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
都挺好的，能吃能睡，没什么事。有什么事立刻让人告诉朕，别自己扛着，缺什么少什么，直接去内务府拿。知道了，陛下放心吧。主子，陛下对您可真好。是挺好的。皇上现在看重我，无非是惋惜那个孩子，再加上觉得我有点用处。但帝王的宠爱哪能长久？凡事还是得靠自己才行。苏才人最近天天在小厨房里琢磨吃食，陛下也常往他那儿跑，还送了不少赏赐。还有人说他气色越来越好，整个人都亮堂了，跟以前那个臃肿粗笨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哦，这么大变化。是，宫里都传开了，有人说他得了养颜秘技，还有人说他用了妖术媚上。妖术？这个苏小女确实不简单，从冷宫出来短短10日，就哄好了太后，讨好了陛下，还把柳淑妃拉了下来。娘娘的意思是？这盒胭脂是江南刚进贡的，你找个由头，以太后的名义给苏小冕送过去。娘娘这是要拉拢她？拉拢？她也配？你给她送过去，正好试试她的深浅。是，奴婢明白，这就去办。苏才人，这是太后娘娘赏你的胭脂。多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太后娘娘说，这是江南贡品，最是养肤。苏才人可别辜负了娘娘的心意。劳烦姑姑跑一趟，替我谢过太后娘娘。主子，太后娘娘居然赏您胭脂。娘亲别碰，这胭脂里有寒毒香料，漆抹在脸上会伤身体。是挺贵重的。主子您快试试呀，颜色肯定好看。不了，我平时也不怎么化妆，先收起来吧，别糟蹋了好东西。太后娘娘今天赏了我一盒胭脂。太后素来待后宫妃嫔宽厚，既是她赏的，你收着便是。今日饮食如何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都挺好的，胃口也不错，刚还喝了半碗粥。那就好。御膳房新送了一批新鲜果蔬，朕让人都给你搁小厨房了，想吃什么让春豪做，别委屈自己。知道啦，陛下放心。再过几日便是清明祭祖大典，到时候后宫妃嫔都要一同随行，你也一道去吧。太后肯定不会送我掺毒的胭脂，这盒胭脂估计是皇后送来的，明着是赏赐，实则是试探。陛下不会为了我轻易动中宫，这事只能自己提防着。主子，这件好看，颜色鲜亮，穿出去多体面。太扎眼了。啊，这也太素了吧！祭祀场合虽然要庄重，可也不用穿这么素啊。祭祀本来就是庄重的事儿，穿素净点合规矩。再说宽松，穿着也舒服。好吧，都听主子的。娘亲，外面好热闹呀。去皇陵祭祖，人当然多。你老实点，别乱动。知道啦，娘亲，我乖乖的。
左边有个刺客绕过来了。的，找死！怎么样？有没有碰着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孩子也好好的，就是吓了一跳。以后不许再逞能，遇到危险躲远点就行，轮不到你出手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启禀陛下，被俘的刺客都咬了毒自尽，没留下活口。查！立刻封锁皇陵周边，严查进出人员。挖地3尺，也要把幕后主使揪出来。遵旨。陛下，我刚才看见刺客是从西侧山林冲出来的，连祭祀台的守卫空缺都摸得一清二楚。皇陵守卫森严，外人不可能摸得这么透，恐怕宫里有内应。朕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此事朕会彻查到底。返程的时候，你跟朕同乘龙辇，路上安全些。回宫之后，朕就下旨进你的卫尉。会不会太张扬了？张扬什么？你护驾有功，本就该进奉。再让人把你后院的菜地搭个暖棚，你养胎期间也能有事消遣。谢谢陛下。跟朕谢什么？现在有皇帝护着，孩子总算能安稳点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才人苏氏书慎性成，护驾有功，心怀仁善，擢晋为珍妃，赐居静华中主位，奋力照妃历发放，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大家可要好好道一声恭喜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。主子，您成珍妃娘娘了，咱们静华宫也是正经主位宫殿了。看你高兴的。当然高兴啊！以后看谁还敢随便给咱们脸色看。位分高了，不就更扎眼了吗？怎么样，小满？这菜地还满意吗？满意。有暖棚，冬天也能种青菜，不用总吃腌菜。陛下怎么知道我想吃新鲜青菜？你天天泡在菜地里，朕还能不知道？主子，您尝尝这个，甜丝丝的，还不腻。不错，口感软和，也养胃。主子您现在又怀着妃位了，就别总守在灶台边了，油烟对身子不好。没事儿，我注意着呢。再说做点吃的，日子也有意思。宝宝，等你出来，娘亲给你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对了，主子，陛下吩咐了，让您平时少出门，尤其是别单独走偏僻的地方。有媳妇不是说皇陵遇刺的事还没查清，得小心点儿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珍妃娘娘，恭喜恭喜啊！妹妹早就该来道贺了，一直没弹出空。丽嫔娘娘客气了，快坐。这是我宫里小厨房刚做的桂花糕，甜而不腻，想着姐姐肯定喜欢，特意带了点过来。以后咱们姐妹常来往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多谢娘娘惦记。看着就好吃，劳烦娘娘费心了。主子，这丽嫔平时跟咱们没什么来往，突然这么热情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你说呢？皇后身边的人能有什么好戏？那她送的点心，你敢吃吗？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陛下？把这盒点心送去御膳房杂役处，就说是丽嫔娘娘赏的，让大家分着吃了。是，
珍妃娘娘。就这么送出去？不然呢？扔了多可惜。再说了，他好心送过来，我总不能驳了他的面子。我听说丽妃上午来你这儿了。送了盒点心，坐了会儿就走了。你可得小心他，他跟皇后走得近，不是什么好人，指不定点心里动了什么手脚，你可别乱吃。我知道，没吃，已经让人送出去了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皇后现在盯着你呢，柳淑妃倒了，她肯定要亲自出手了。她手段比柳淑妃阴狠多了，你防着点儿。平时别乱吃东西，也别单独出门。多谢贵妃娘娘提醒，我都记着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这是我宫外带进来的新鲜果干，没经过御膳房的手，吃着放心。这天热，北边的军报也让人闹心。可是边关出了什么事？倒不是打仗，就是行军的干粮太糙，不少将士都吃出了脾胃病。路途遥远，新鲜粮草运过去损耗大，一直没什么好法子。原来是这样，臣妾平日里总琢磨吃食，或许可以试试做些耐放又养脾胃的干粮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你有心了，军粮要耐存、顶饿、方便带，好多人琢磨过都没成，你别太费身。臣妾试试呗，成不成的总比没有强。主子，您这2天天天揉面烤饼，就是为了边关将士的干粮啊？陛下都为这事儿烦愁，能帮上一点是一点。娘亲再加2把烘干的肉松，口感更香，顶饱时间还长。等烤好了，先给陛下送过去尝尝，看仆妇和行军的要求。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臣妾琢磨了2天，做出了几种便携干粮，耐储存，口感也比硬窝头好些。陛下尝尝，要是觉得可行，能不能送去边关给将士们试试？你这个方子来得正好。这干粮耐放不占地方，行军带着方便，能省不少运输的麻烦。传朕旨意，让御膳房按着这个方子赶制一批，快马送去北境军营，让将士们试用。奴才遵旨。小满，你这双手不仅能做饭，还能帮到边关将士，真是朕的福将。臣妾也就会做点吃的，能帮上忙就好。什么事？娘娘，珍妃今儿去了御书房，给陛下献了个干粮方子，说是给边关将士用的。陛下已经下令让御膳房赶制，快马送北境了。哦，她一个后宫妃嫔，倒管着军中粮草的事来了。宫里都传开了，居然还有人说她贤德体恤将士。贤德，她倒是会钻营。母后，这是臣妾让小厨房新备的菊花茶，最是清火解腻，您尝尝。你有心了。说起来，近日宫里倒是有件新鲜事，珍妃妹妹琢磨了个干粮方子，陛下都让人送去北京了。哦，这事哀家也听说了，是件好事。臣妾也知道妹妹是一片善心，就是底下人嘴碎，私下里有些行话，说什么后宫妃嫔插手军中粮草，怕是坏了祖制。哀家当是什么大事，几句闲话也值得你往心里去。臣妾倒不是信这些闲话，就是怕传的难听了，有损妹妹的名声，也落外人话柄。想着要不要提点妹妹2句，往后这类事还是避着点好。不过是几道吃食方子，御膳房本就归6宫辖制，怎么就算插手军务了？真要按祖制算，后宫替君分忧，体恤将士，反倒是本分。你是中宫皇后，眼界要放宽些，别总盯着底下这些细碎油盐。后宫安稳，君臣同心才是最要紧的。
小满手艺好，心也正，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母后教训的是臣妾想窄了，明白就好。往后多跟小满走动走动，姐妹和睦，哀家也省心。臣妾记住了。姐姐这是从哪儿来？跑得这么急？还能从哪儿？刚从寿康宫那边过来。我跟你说，皇后今天去给太后请安，旁敲侧击给你上眼药呢。哦，她说什么了？还能说什么？装作为问难的样子，说宫里有人传你干政，怕你落画饼，想让太后约束你。说白了，就是拐着弯告你的状。我干政，这是没别的话说了吗？好在太后通透，一眼就看穿他那点小心思了，当场就给他顶回去了。好想看看他当时的脸色，肯定很精彩。一道干粮方子而已，我本也没想那么多。你心大，可别人不能这么想。皇后这是没呆的实锤，真让她抓住错处，肯定不会轻饶你。我知道，多谢姐姐提醒。跟我客气什么？皇后这是开始按耐不住了。太后，您这几日气色真好，连太医院院潘都夸您调养得宜，身子越来越硬朗了。眼看着春日正好，花园里的牡丹、海棠都开了。你去传哀家的旨意，3日后在寿康宫办春日赏花宴，6宫妃嫔都过来凑凑热闹。是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各位娘娘见着太后身子这么康健，肯定也跟着高兴。记得特意专赴珍妃，让她早点过来陪哀家聊聊天。主子，寿康宫传消息了，太后3日后要办春日赏花宴，6宫妃嫔都得出席，还特意点名让您早点过去呢。知道了，太后身子日渐硬朗，办个赏花宴热闹热闹也是好事。可不是嘛，宫里都传开了，说您做的点心养人。你去小厨房备点食材，我提前做几样清淡的茶点，到时候给太后带过去。哎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太后身子硬朗了是好事，赏花宴的安排，你盯着内务府好好办，陈设、茶点都不能出岔子。是，奴婢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对了，娘娘，太后还特意点名让珍妃早点过去，说要跟她聊吃食方子。她也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本事。今日天好，花也开得盛，叫你们过来就是凑凑热闹，不用拘着那些规矩。谢太后。小满来了，快到哀家身边来坐。臣妾给太后带了几样新做的茶点，清淡不腻，配着今日的花茶正好。还是你最懂哀家的口味。小满不仅厨艺精湛，性子也沉稳聪慧，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。等你日后诞下皇嗣，哀家要亲自抱来抚养，教他读书识字，将来肯定跟他母亲一样聪慧手巧。皇嗣？怎么可能？当初明明派心腹亲自去冷宫灌了坠胎药，那孩子早该没了。不对，这孩子根本就没打掉。苏小满竟然把皇嗣藏到了现在。太后谬赞，臣妾担不起这份厚爱，一切全凭太后安排，臣妾谢太后恩典。糟了，太后怎么给这事说出来了？太后的话你也听见了？是，奴婢听见了。给我加派人手盯紧静华宫，苏小缓每日吃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，事无巨细全都报给本宫。当初是本宫大意了，竟被他瞒了这么久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，一定查得清清楚楚。苏小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竟敢欺瞒本宫这么久，这皇嗣，你休想生下！主子，今天太后说那话的时候，可吓死奴婢了。皇后当时脸色都不对了，她肯定是起疑心了。何止是疑心，太后这话一说，她肯定已经反应过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知道小主子还在，肯定会下狠手的。慌什么？她不敢明着来。你去吩咐下去，小厨房的食材以后每一样都要仔细查验，不是咱们自己人采买的，一律不许用。宫门也盯紧了，陌生的人、陌生的东西，一概不许放进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，一定盯得死死的。娘亲别怕，阿修会保护娘亲的。娘亲知道，太后一句无心的话，算是彻底打草惊蛇了，以后的日子不太好过了。主子，您看院外那2个扫院子的太监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皇后派来盯梢的。意料之中，太后昨日那番话一说，她要是没点动作，反倒奇怪了。那咱们怎么办啊？以后出门都有人跟着，连小厨房进食材都不方便了。怕什么？他盯他的，咱们过咱们的。正好今天要去御膳房取点新鲜菌菇，顺道看看他们食材是怎么耗的。看食材耗损做什么？前几日去取菌菇，撞见他们整筐整筐扔边角料，看着可惜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能省点是点。都这时候了，主子还惦记着那些菜帮子呢。嘿嘿，珍妃娘娘怎么来了？您要取什么食材，吩咐一声就行，哪用亲自跑一趟？我来取点鲜菌菇，顺便问问，这些边角料你们每天都扔？回娘娘，御膳房的规矩，主位娘娘们只用最精的食材，剩下的边角料没法摆盘，留着也没用，就都扔了。没法摆盘，还能熬汤腌菜，怎么就没用了？从今天起，所有食材边角料都别扔，统一收在一旁，我有用。看着吧，3分钟热度，等他知道废料做不出好菜，自然就不折腾了。就是一个天天围着灶台转的妃嫔，能有什么本事？等着看他出丑就是。今天这些边角料我先带走，明天我再过来。是，娘娘尽管拿。主子，您听听他们说的什么话，太看不起人了。看不起没关系，等做出东西来，他们自然就服了。能用手艺说话的事儿，就别费口舌。娘娘，静华宫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珍妃今天去了御膳房，说要管食材边角料的事，还把当天的废料都带回静华宫了。哦，她还真把手伸到御膳房去了。娘娘，要不要奴才们提点一下御膳房的人，给他找点麻烦？不用太麻烦，你去跟采买司说一声，往后静华宫的鲜肉和细粮份例，先紧着寿康宫和军需扣1半下来。娘娘这是……他不是想靠边角料出风头吗？本宫就断了他的食材。我倒要看看，光靠一堆废料，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想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作妖，苏小满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娘娘，您看这些东西实在是上不了台面，要不……去拿口干净的锅来，再拿点盐、糖、米、醋。
尝尝吧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奴才从来没想过这些废料能做出这么香的东西。珍妃娘娘手艺了得，是小的们有眼无珠。是啊，娘娘，您这手艺比御膳房的大师傅还厉害。既然这些边角料能用，以后就别扔了。我定个规矩，食材分3级用。娘娘您说，奴才们都听着。上等食材专供太后、陛下和主位妃嫔，次一等的给低位妃嫔和管事嬷嬷，剩下的边角料统一收集，做大锅菜和杂粮粥，分给底层工人。每天扔了什么，为什么扔，都记在册子上。我每隔3天抽查一次。是，奴才记下了，这就安排下去。主子您太厉害了！刚才那些厨子一个个佩服的不行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狗眼看人低？说了能用手艺说话，就不用费口舌。对了，主子，采买司今天送食材过来，说鲜肉和细粮要扣1半，说什么先紧着寿康宫，肯定是皇后搞的鬼。意料之中，他也就这点手段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食材少了1半，以后做饭都不方便了。怕什么？有边角料顶着呢。再说了，咱们后院不是还有菜地吗？实在不行，多吃点青菜也挺好。娘娘，珍妃就用那些边角料做出了4菜1汤，御膳房的厨子们都服了。现在都按着她定的规矩来，食材损耗真的降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反倒让他出了风头。娘娘恕罪，是奴才们没用。没事儿，他也就这点本事了，靠几口吃食收买底层工人，成不了什么气号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还要接着扣他的食材吗？扣着吧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能靠一堆菜笨子撑多久。对了，盯紧他的肚子，有任何动静立刻回禀本宫。是，奴婢明白。现在让他先得意几天，本宫有的是办法让他生不下来。主子，您猜怎么着？食材分级的规矩才推行了10天，御膳房的食材耗损直接降了30%。才降30%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这还不算啊，省下来的米面蔬菜，每天能多给洒澡太监、粗使宫女添一顿热乎的。底下那些工人都念着您好呢，说从来没人惦记过他们吃什么，都是宫里的人，分什么高低贵贱，能吃饱饭，干活也有力气。主子您心善，换了别的娘娘，哪会管下人的死活？主子，听说北境军报来了，现在陛下在御书房议事呢。前儿陛下说北境军粮的事儿，您不是说要琢磨改良干粮吗？这2天怎么没动静了？在想呢。行军干粮要耐存、顶饿、方便带，光有肉松不行。军营里人手少，做起来太麻烦。那怎么办啊？或许可以加点黄豆粉，黄豆顶饿，还容易磨粉，混在肉干里，既能降低成本，又能增加饱腹感。能行吗？豆粉多了会不会干得噎人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走，跟我去小厨房烤几批试试。豆粉太多了，干得噎人，肉香味也淡了。娘亲，肉放7成，豆粉放3成，再加一把白芝麻增香，烤的时候水分烤干一点，能放更久。
这个配比不错，咸香酥脆，饱腹感也强，做法也简单。真的好吃，比纯肉松的还香。还要试试能放多久。行军路上潮湿，得确保放3个月都不变质才行。那得试好久吧？不急，慢慢试。真要是成了，能帮到前线不少将士。珍妃娘娘，不好了！采买司说以后连边角料都要扣，说各宫都有规矩，静华宫不能例外。什么？皇后也太过分了，这是摆明了要刁难咱们。扣就扣吧，反正咱们后院有菜地，厨房里有存粮，饿不着。可是，没事儿，他越想让我乱，我越要稳。先把干粮方子琢磨好，别的都不重要。陛下，珍妃娘娘这些天一直在小厨房琢磨行军干粮，听说试了好几种配比，今天好像定下来了。她还真放在心上，朕以为她就是随口一说。珍妃娘娘上心着呢，连着烤烩了3批肉干，嘴里都起泡了也没停。倒是个有心的。还有件事，采买司扣了静华宫1半的鲜肉和细粮，今天连边角料都不给了，说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皇后最近有些小心思。陛下，要不要奴才吩咐下去，给静华宫补上？不用。苏小满不是那种会被这点小事难住的人，你暗中盯着点儿，别真让他受了委屈。是，奴才明白。主子，怎么样？放了5天了，还能吃吗？没问题，还是脆的，没受潮。再放些日子看看。就是试起来太慢了，要等3个月才能知道结果。军粮不是小事，马虎不得。真要是坏在路上，将士们吃坏了肚子，反倒误事。主子，您贵妃来了。贵妃娘娘说笑了，您想来随时来就是，别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多见外。我听云溪说，你最近在琢磨行军赶粮。试着改了改配比，加了黄豆粉和芝麻，更容易做，也更顶饿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陛下最近天天为军粮的事发愁，你这方子要是成了，可是大功一件。先尝尝我新做的山药糕，养胃的，适合娘娘现在吃。好吃，还是你做的东西最合我胃口。御膳房那些厨子，做来做去都是一个味儿。对了，我听说皇后扣了你宫里的食材。有这事。他也太过分了，不就是看你得太后赏识，又能帮上陛下，嫉妒了吗？你别忍着，实在不行就去跟太后说，太后肯定会为你做主。没事，也没饿着，这点小事不值得惊动太后。你这性子也太好了，换了我可忍不了。忍一时而已。他现在蹦得越欢，以后摔得越重。皇后娘娘，您可不知道，现在宫里都传开了，说珍妃娘娘手艺好，心善，幸父娘娘真诚庭院，连底层工人都夸她。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恩小惠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是，娘娘说的对。可她现在名声越来越好，连宁贵妃都天天往她那儿跑，再这么下去，慌什么？她现在蹦得越高，以后摔得越惨。娘娘，那接下来她不是喜欢做好人吗？本宫就给她个机会，你去散播点流言，就说她不懂药理，随便拿野菜草根配方子，拿妃嫔的身子当试验品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娘娘高明，等她名声臭了，看谁还念她的好。主子，太过分了！宫里现在到处都在传闲话。传什么闲话了？
说您不懂药理，随便拿野菜草根配方子，拿妃嫔的身子当试验本，还说您天天研究吃的，就是想靠旁门左道争宠，根本不配养育皇嗣。明明您做的都是好事，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呀？肯定是皇后派人散播的。猜到了。主子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再传下去，大家都该信了。急什么？流言这种东西，越争辩越说不清，不如把事情做好，结果出来了，流言自然就散了。可……没事，你去把太医院核验过的消肿食方抄几份，给各宫有孕的妃嫔都送一份，就说太医院认可的，让他们放心用。对啊，有太医院作保，看谁还敢乱说话。你说珍妃那个消肿方子真的能用吗？别真吃出问题来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我这腿肿的实在难受，太医院的方子也不管用。还真有太医院的印，连食材用量、熬煮时长都写得这么清楚。珍妃娘娘说了，各位小主怀着孕辛苦，能帮上忙就好。之前是我们误会珍妃娘娘了。是啊，还麻烦娘娘特意送过来，真是有心了。太后娘娘，宫里那些流言您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闲话。要不要奴才们去查一查，打压一下？不用，小满自己处理的挺好。送方子盖太医院的印，既破了流言，又落了好名声，比本宫出面管用多了。还是珍妃娘娘聪慧。这孩子性子稳，有分寸，是个能成事的，不像有些人天天就知道搞那些阴私小动作。你去传个话，就说哀家信得过珍妃的10部方子，各宫妃嫔可以放心用，谁再乱传谣言，按宫规处置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主子，太后发话了，说信得过您的方子，谁再乱传谣言，就按宫规处置。知道了。主子你也太神了，真的跟您说的一样，流言自己就散了。现在各宫都派人来道谢，说方草用，水肿都消了不少。本来就是有用的东西，大家用着好，自然不信闲话了。珍妃娘娘，陛下听说您的消肿方子帮了各宫妃嫔不少忙，特意赏了您一批绸缎和补品，还有上好的鲜肉细粮，让您好好补身子。臣妾谢陛下恩典。陛下还说，您之前琢磨的行军赶粮，要是试的差不多了，就呈上去看看。劳烦公公回禀陛下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确认一下保存情况，就给陛下送过去。嘿，好嘞，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主子您看，陛下都认可了，看皇后以后还怎么刁难咱们。别高兴太早，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她还能怎么样啊？现在太后和陛下都向着您。越是这样，她越急，越急就越容易出狠招，咱们得更小心才行。珍妃娘娘，您来了。我琢磨了个行军干粮的方子，陛下让御膳房试着做一批，送去北京试试。娘娘想的也太周到了，连图都画好了，照着做肯定没问题。娘娘这手艺真是绝了，连军粮都能琢磨出来。第一批少做一点，
先送过去，让将士们试试口感。要是觉得哪里不合适，咱们再改。是，奴才记下了，这就安排人去做。主子，您看，坤宁宫的人一直在那边盯着咱们呢。让他盯，咱们走咱们的。娘娘，珍妃把行军干粮的方子送到御膳房了，陛下还赏了她不少东西。现在宫里人人都夸她贤德，连前朝都有人听说了。怕什么？她名声越好，摔下来才越疼。你去安排一下，御膳房不是有咱们的人吗？等干粮做出来，往里面动点手脚。送到北京之后，将士们吃坏了肚子，本宫看他还怎么贤德。娘娘，这可是军粮啊，万一被查出来……查？路途那么远，谁能查到宫里来？到时候就说是他方子有问题，谁能反驳？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苏小满，这一次，本宫看你怎么翻身。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管事，都按珍妃娘娘的方子做的，您尝尝。味道不错，赶紧打包好，快马送去北京，别耽误了。哎，好嘞。主子，您说这干粮送到北京，将士们能喜欢吗？应该会，口感酥脆，也顶饿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北方将士的口味。肯定合，您做的东西哪有不好吃的？希望能帮上忙吧。边境将士不容易，能省点事儿是点事儿。珍妃娘娘，不好了！北京送来急报，说吃了咱们送过去的干粮，好多将士都闹肚子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具体的奴才也不清楚，就听说军粮出了问题，好多将士上吐下泻，没法行军了。陛下已经去御书房了，传您过去呢。主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肯定是有人陷害咱们。慌什么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走，去御书房。可是主子……没事，清者自清，总能查清楚的。臣妾参见陛下。小满，北京的事，你听说了？听说了，臣妾想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。第一批干粮送过去之后，将士们吃了2天，就有不少人开始上吐下泻。军医查了，说是干粮有问题。珍妃娘娘，这方子是您出的，会不会是配比有问题，或者食材不干净？尚书大人，敢问闹肚子的将士是只吃了干粮的，还是也吃了别的？还有，这批干粮是谁做的，谁送的？路上有没有被人动过？都查过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动手脚？臣妾不敢妄断，但臣妾敢用性命担保，方子本身绝对没问题。臣妾自己吃了没问题，才给方子送去的，不可能吃坏肚子。臣妾恳请陛下，让臣女跟着太医院的人一起查验剩下的干粮，到底是方子的问题，还是人为的，一查便知。好，朕让院判跟你一起查，要是真有人动手脚，朕定饶不了他。奇怪，银针试不出来毒啊？难道真是食材配比的问题？娘亲，这干粮里有巴豆粉，剂量藏得很隐蔽，银针试不出来的。不对，这里面加了泻药，剂量不大，银针试不出来，但吃多了肯定会闹肚子。瘧药？口感上带点鸡蛋的苦味，不仔细尝不出来，应该是巴豆粉，剂量很小，不会致命，但足够让人浑身无力，没法行军。老夫立刻核验。果然有巴豆粉，珍妃娘娘说的没错，果然是有人动手脚，太过分了！
这可是军粮，耽误了军情，谁担得起责任？这批干粮是御膳房做的，路上有禁军押送，按理似出不了问题。要么是制作的时候动的手，要么是装车的时候动的手脚。老夫这就去回禀陛下，严查御膳房和押用的人。院聘大人稍等，我想先不要声张。为什么？打草惊蛇反而不好。咱们假装还没查出来，暗中盯着御膳房的人，肯定能抓到把柄。还是珍妃娘娘想得周全，就按娘娘说的办。怎么样，没被发现吧？放心吧，姑姑，剂量很小，银针都试不出来。上面查的人只会以为是方子有问题。算你机灵。皇后娘娘说了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姑姑。最近小心点，别露出马脚。太医院正在查，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别让人怀疑。哎，小的明白。王厨子，刚才那人是谁呀？啊，没谁，一个远房亲戚来送东西的。哦，对了，太医院那边说干粮没问题，让再做一批送过去，你盯着点，别出岔子。哎，好嘞，管事，您放心。还好没被发现，等这批送过去，看苏小月还怎么翻身。启禀陛下，果然如珍妃娘娘所料，御膳房的王厨子今天跟坤宁宫的素心私下接头了。好啊，皇后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连军粮都敢动手脚。陛下息怒，现在只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贸然拿人，皇后肯定不会认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简单，王厨子不是还想做第二批吗？咱们就假装不知道，等王厨子动手的时候，抓个现行，人赃并获，看皇后还怎么抵赖。珍妃娘娘说的是，只要王厨子敢再动手，咱们当场拿下，不怕他不招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侍卫统领，你安排人手给我盯紧了。遵旨。清楚就好。再说了，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。小满，有你在，真是朕的福气。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往军粮里掺塑药，贻误军机，拿下！我没有，你们冤枉我！人赃并获，还敢狡辩？带走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！我的天，居然真有人敢往军粮里动手！说吧，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糊涂。自己糊涂？你一个厨子，跟军粮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往里面掺泻药？不说实话是吧？来人，上刑！我说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素心姑姑让我干的，她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往干粮里掺巴豆粉。你确定是皇后的意思？千真万确，小人不敢欺瞒大人。千真万确，素心姑姑亲口说的，是皇后娘娘的吩咐。小人一时贪财才糊涂的，求大人饶命啊！饶不饶你得陛下说了算。带走。娘娘，不好了，王厨子被抓了，当场人赃并获。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娘娘恕罪，是奴才们没用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王厨子会不会把咱们招出来？慌什么？一个厨子的话能算什么证据？没有本宫的手谕，没有物证，谁能定本宫的罪？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你记住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王厨夫要是敢攀屌本宫，就是污蔑中宫，死无对证。是，奴婢记住了。好一个皇后，连军粮都敢动手脚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陛下，王厨子一口咬定是皇后指使，只是没有直接物证，怕是不好定中宫的罪。你有什么想法？
皇后管束下人不严，致使刁奴胆大包天，敢在军粮里动手脚。现在还不是动皇后的时候，等以后有了实锤，再算大账不迟。你说的对，你传朕旨意，皇后管束下人不利，罚禁足坤宁宫3个月，扣1年分粮；素心挑唆生事，杖责30，发往浣衣局。遵旨。娘娘，娘娘，皇后被罚禁足3个月，太好了，终于罚她了。看她以后还敢不敢找咱们麻烦。禁足3个月而已，出来了照样是皇后，那也解气。谁让她总搞小动作？这次栽了吧？主子，这是给小主子做的呀，真好看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做点小衣服。小主子肯定像主子，手也巧。苏小满，又是你！本宫跟你没完！禁足3个月，好得很。等本宫出来，定要你和你肚子里的孽种生不如死。娘娘，已经散播出去了，前朝不少官员都在私下议论，说珍妃插手军粮是后宫干政，办得不错。素心那个废物办事不力，被杖责发去浣衣局。本宫身边如今就剩你还能派上用场。奴婢一定尽心竭力，不勾负娘娘信任。苏小满不是爱攒贤德名声吗？本宫偏要给他扣上干政的造名。娘娘，万一陛下和太后压下此事，压下去又如何？闲话只要进了人的耳朵，就拔不出来。你再安排人把话递去御史台，那些老御史最看重祖宗规矩，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小满，你听说了吗？前朝都有人上折子说你干政了。才又是我，也太过分了！不就是个干粮方子吗？怎么就扯到干政了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可别不当回事。御史台那些人摇起来可凶了，万一真闹大了，对你不好。没事，我正好整理完荒年食单，明天就呈给太后和陛下。这是御膳房分内的食补之事，算不着干政。你连这个都整理好了，也太周全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真能帮到百姓，比什么都强。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有这东西在手，看谁还敢说你干政。小满啊，你这食单做得太细致了，连野菜长什么样、有没有毒、怎么去色都画出来了，不认字的百姓也能看懂。回太后，灾区百姓大多不认字，光有方子没用，配上图样才好分辨。你想得周全，这东西发下去能救不少人的命。太后，前朝御史台递了折子，说珍妃娘娘插手军粮事务，有后宫干政之嫌，请陛下约束后宫。御史台的人是闲得慌，一道吃食方子也叫干政。太后息怒，大臣们也是守着规矩办事，不怪他们。臣妾协管御膳房菜事，研究食补方子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军粮干粮也是吃食，算不得插手军务。真要说干政，臣妾可担不起。你去传哀家的话，就说这荒年食单是哀家让小满整理的，专为赈灾所用，是后宫分内的人善之举。谁再乱嚼舌根，就是驳哀家的面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小满，你这食单做得极好，户部正愁赈灾粮食不够，有了这个能省不少事。能帮到百姓就好。朕已经让户部加紧勘印，快马送到各个灾区。陛下，太后娘娘传了话，说这食单是太后命珍妃娘娘整理的，属后宫分内之事。以后谁再提干政，就是违逆太后的意思。太后都替你撑腰了，这下没人敢乱说。多谢太后，也多谢陛下信任。你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
朕自然信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朕正式下旨，让你统管御膳房的食部事宜，所有食房改良、食材调配，都由你做主。臣妾遵旨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后发话了，说那荒年食丹是太后让珍妃做的，还把干政的说法压下去了。太后倒是护着他。不仅如此，陛下还下旨让他统管御膳房食部事宜。现在他名正言顺管御膳房的事儿了。好啊，本宫反倒帮他立了威。娘娘息怒。没事，他管的事越多，出错的机会就越多。御膳房那么多食材，那么多工序，总有他顾不到的地方。你去安排，盯着御膳房给太后的膳食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娘娘，自从您定了食材分级的规矩，损耗比之前降了40%，省下来的米面都送去给底层工人夹菜了。做得不错，往后食材查验再严一点，尤其是给太后和陛下的，每一样都要仔细看过。是，奴才记下了。给太后的青菜要选菜叶完整、根部干软的，不新鲜的绝对不能送。太后脾胃弱，吃了不干净的容易闹肚子。是，奴才每天都亲自查。珍妃娘娘，你也太厉害了。无非是多留心罢了，吃食入口的事，马虎不得。见过珍妃娘娘，见过珍妃娘娘。娘娘整理的荒年食单真是大善事。我娘家那边来信，说灾区百姓都念着娘娘的好呢。举手之劳罢了。之前还跟着传闲话，现在又来讨好，变脸也太快了。人之常情，不必在意。还是主子您沉得住气，换了别人早就跟他们算账了。哎呀，没必要，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娘娘，这是御膳房负责寿康宫采买的刘厨子，家里老母亲病重，正急着用钱。银子给你，帮本宫办件事，办好了还有重赏。娘娘吩咐，奴才一定办到。往后给寿康宫送的青菜，你混几颗发蔫变质的进去，不用多，藏在筐底就行。这要是被发现了，奴才脑袋就没了。发现不了。珍妃统管御膳房，出了事算她监管不力，查不到你头上。你要是办成了，你母亲的医药费本宫全包了；要是办不成，你自己掂量。奴才干，多谢娘娘。下去吧，华秋盯着他办。是，娘娘。今天的菜挺新鲜，赶紧送寿康宫去，别耽误了太后用早膳。哎，好嘞，管事。主子，太医院送过来的安胎药温好了，您喝了吧。放这儿吧，待会儿喝。娘亲，今天的枣子好甜呀，阿杜也想吃。小馋猫，等会儿给你多留2颗。主子，您这肚子一天天显了，小主子肯定长得壮实。但愿他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启禀各位主子，御膳房将今日份食材送过来了。走去看看。今天给太后的青菜都新鲜吗？回娘娘，都新鲜着呢，刚采买进来的，带着露水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奴才不知道啊，刚才明明查过的。娘娘，奴才也不知道，兴许是采买的时候没注意。下次注意，太后的膳食不能有半点马虎。下次仔细点，再出这种事儿，仔细你的皮。是，奴才记住了。主子，今天那青菜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的，哪儿那么巧，偏偏藏在筐底，管事儿都没发现。我知道。主子您知道，那您怎么不揭穿啊？揭穿了又怎么样？没有证据，他死不承认，也定不了罪。你去悄悄盯着这个刘厨子，看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。抓贼要抓赃，等他下次动手，咱们抓个现行。对，还是主子您想的周全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刚管御膳房几天，就有人忍不住动手了。也好，一次性清干净，省得以后麻烦。华秋姑姑说了，上次没成，这次多放2颗，最好让太后吃了闹肚子才算完事儿。上次珍妃已经发现了，查得比之前严了。怕什么？藏深点，真出事了，有皇后娘娘给你撑腰，你怕什么？行，我再试一次。记住，办好了，娘娘少不了你的好处；办砸了，你和你老娘都别想好过。主子，查到了，刚才坤宁宫的小太监偷偷找刘厨子了，还给了他银子，果然是皇后指使的。意料之中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直接抓了他去见陛下？不行，就凭见面和银子，定不了皇后的罪。他也可以说是私下往来，等他下次往菜里下手的时候，当场抓住，人赃并获，他才没法抵赖。对，奴婢已经安排人盯着了，他一动手就有人报信。等处理了这个内奸，御膳房就能安稳一阵子。主子您腰又酸了，快歇会儿吧，别累着。没事儿，坐久了而已。住手！好啊，果然是你干的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来检查食材的。检查食材，要往菜筐里藏烂菜叶？娘娘，搜出来了。我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？太后的膳食你也敢动手脚？这可不是一句糊涂就能接过去。带走，慢慢问，看看是谁指使你的。娘娘，幸好您早有防备，不然真让太后吃了坏菜，奴才万死难辞其咎。以后食材查验再加一道工序，双岗核对，谁查的谁签字画押。是，奴才记下了。说吧，谁指使你往太后的菜里掺坏菜叶的？没人指使，是奴才一时贪小便宜，想把好的菜换出去卖钱。都到这儿了还嘴硬，坤宁宫的小太监都招了，是华秋给你递的银子。你要是老实招了，还能从轻发落；要是死扛着，后果你自己清楚。我说是皇后娘娘，是皇后娘娘让华秋姑姑找的我，给我银子，让我往太后的菜里掺坏菜，栽赃珍妃娘娘监管不力。你确定是皇后的意思？千真万确，奴才不敢撒谎。带走，严加看管。
好，好得很！皇后禁足还不安分，敢动哀家的闪石！母后息怒，是儿子管教不严。小满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是真让哀家吃了坏菜，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。臣妾只是分内之事。你处事稳重，不声不响就抓了内奸，还定了新的查验规矩，很好。母后说的是，小满处事周全，是该赏。陛下和太后言重了，御膳房安稳，太后和陛下的膳食有保障，比什么赏赐都强。皇后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她还在禁足期，又做出这种事，儿子再加罚她半年禁足，削减中宫分盛。便宜他了，要不是周家在前朝还有点用，哀家直接废了他。小满，御膳房你多费心，往后再出这种事，你直接回禀哀家。臣妾遵旨。娘娘恕罪，是奴才们没用，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厨子都安排不明白。禁足，又是禁足，我要看看他能得意多久。娘娘，现在御膳房查得严，咱们的人都被清出去了。御膳房动不了手，就往静华宫伸。他天天喝安胎药，总有机会。娘娘，这风险太大了。风险大？不冒风险，怎么扳倒他和他肚子里的孽种？你去安排，找个可靠的人，想办法混进静华宫当差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这些边角料做成糕点，比硬邦邦的窝头好吃多了，底下的工人都盼着呢。宫里当差费体力，总吃冷饭硬饼不行。以后每天下午加屉这个，再熬一锅菜粥，都用边角料做，不浪费。主子，算下来每天多花不了多少食材，底下20多个洒扫太监、粗使宫女都能分到，那就定下来。还有鱼虾这类带腥味的，他们不敢多吃，就多做点豆制品菌菇，补力气又不犯忌讳。娘娘您太厉害了，这些以前都要扔的东西，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食材不分高低，会用就好。主子，人留下了，看着挺老实的，就是胆子小。先安排着，平时多盯着点就行。宫里进来的人，难免各有各的难处。娘娘，人已经安插进静华宫了，只是暂时没机会下手。不急，有的是时间。他现在忙着笼络底层工人，风头正盛。咱们先按兵不动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娘亲，这个闻着好香，比之前的黄豆干粮还好吃。这个加了花椒粉，既能提味又能防潮。北方天冷，将士们吃了也能暖点。主子，这个甜口的呢？枣泥的补力气，赶路急的时候啃2块，顶饿又能缓头晕。2种都做一批，送过去让将士们选。还是主子想的周到。之前的干粮只有1种味，将士们天天吃肯定腻。这个好，喝下去胃里暖暖的，腿都没那么胀了。都是温和的东西，少盐少糖，你天天喝1碗，水肿能消不少。还是你有办法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给底下工人做的杂粮糕特别好吃，连我宫里的小宫女都在念叨。就是用边角料做的，不值什么，大家当差都不容易，能吃口热乎软乎的也好。也就你有心，换了别人，
谁会管下人的死活？他是好人，我不能害他。可是弟弟的病，大不了我这条命赔给他。弟弟的病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陛下，北境传回消息，新口味的干粮，将士们都特别喜欢，椒咸的暖身子，枣泥的顶饿，比之前的纯米干粮强多了。又是你的功劳。臣妾只是动动嘴皮子，都是御膳房的人忙活的。陛下要是真要赏，就把赏我的绸缎和银子换成治风寒的药材，还有印好的荒年食单，一起送往前线吧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处处为将士和百姓着想，是后宫的表率。娘娘，奴婢错了，是坤宁宫的人拿奴婢弟弟的病要挟奴婢，奴婢知道娘娘是好人，实在下不了手。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你弟弟的病，我会安排人帮着请大夫抓药。以后就在我宫里好好当差，别再跟坤宁宫的人来往就行。娘娘，您不罚奴婢，还帮奴婢。你本性不坏，只是被逼无奈，知错能改就好。谢娘娘大恩大德，奴婢以后一定好好当差，做牛做马，报答娘娘，绝无二心。主子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毕竟他是皇后派来的人啊。都是苦命人，收下心，比罚他送他去慎刑司有用多了。多一个踏实干活的人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强。哦，奴婢明白了，还是主子您想的长远。娘娘，兰儿那边没成，她被珍妃收服了。倒是个会收买人心的，罢了，一个小宫女而已，成不了事。暂时别动手了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是，奴婢明白。主子，您看，水肿真的消了好多，之前鞋都挤脚，现在正好。红豆冬瓜汤还是管用的。娘亲舒服了就好，等我出来，我给娘亲捶腿。好啊。不光水肿消了，您最近胃口也好，气色都比之前红润了。再养2个月，肯定顺顺利利生小主子。但愿吧。这个好，不甜不腻，入口就化。山药养脾胃，百合安神，你每天吃2块，对身子好。你呀，就是心思细，不光自己的膳食调理得好，连底下工人、前线将士都顾到了。都是臣妾分内的事。你看这生菜长得多好，都是主子亲手撒的种，比御膳房种的还嫩。主子懂得真多，连种菜都这么厉害。晚上泡点薄荷水喝，清热败火。秋天干燥，喝着舒服。种菜跟过日子一样，土要松，水要浇匀，不能急，也不能懒，好好照料着，自然会长得好。娘娘，珍妃产期还有2个多月，太医院已经在挑选稳婆了，目前鉴定的是王稳婆和李稳婆。知道了，你去留意着那个王稳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属下查到，皇后身边的华秋私下接触了候选的王稳婆，塞了500两银子，吩咐生产时动手脚，伪造成难产血崩的假象。
太歹毒了，居然连稳婆都能收买。意料之中，他盯我肚子不是1天2天了。娘娘，要不要属下直接将王稳婆拿下审问？不用打草惊蛇，你悄悄把王稳婆送去浣衣局看管，换成太医院院判举荐的李稳婆顶上去。产房内外再加派2倍侍卫，陌生工人一律不许靠近店门半步。另外，盯着华秋的行踪，他跟谁接触，递了什么东西，全都记下来，留作证据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主子，皇后会不会还有别的下手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蹦得越欢，落网的时候证据就越全。快坐下，别动。你都快临盆了，还讲这些虚礼做什么？姐姐怎么有空过来？我听说皇后最近小动作不断，特意过来提醒你一句。那个人阴狠得很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，你可千万提防着点儿。多谢姐姐惦记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稳婆换成了自己人，侍卫也加了1倍，她很难下手。那就好，生产那天凶险，你可别分心，身边多留几个靠谱的人。等咱们俩的孩子生下来，要是1男1女，就定个娃娃亲；要是同姓，就拜个干亲，以后互相有个照应。好啊，就按姐姐说的来。快坐着别动，都快生了，还折腾什么？劳太后挂心了，我身子没事。哀家听说皇后那边还在不死心搞小动作。是，她收买了稳婆，还安排了工人想趁乱生事。我已经换了人手，加了守卫，只是怕生产当天混乱，不好收场。岂有此理！他都被禁足了，还敢不安分？你去传哀家的旨意，珍妃生产期间，静华宫内外侍卫、太医院医女，全由珍妃一人调派。任何人敢擅闯产房，按谋害皇嗣论处，直接拿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你安心养胎，万事有哀家。谁敢动你和孩子，哀家第一个不饶他。多谢太后撑腰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小满，密报说皇后安排了人手，准备你生产当天在殿外制造混乱，要不要朕调一队禁军过来守着？不用那么大阵仗，反倒打草惊蛇。侍卫统领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他的人送上门，正好人赃并获。可是朕不放心，生产本就凶险，再有人捣乱，万一伤到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稳婆是跟着太医院院判多年的，医术靠谱，产房里也全是我的人，出不了乱子。正好借着这次机会，把他安插的人手一网打尽，省得以后还有麻烦。你心里有数就好，朕会在偏殿守着，有任何事立刻喊朕。拉开。珍妃娘娘，我们娘娘听说您快临盆了，特意让奴婢送些上好的安胎补品过来，给娘娘补补身子。我们娘娘的补品都是太医院配的，
就不劳皇后娘娘费心了。皇后娘娘有心了，东西放下吧，替我谢过娘娘。我们娘娘还说生产凶险，特意给娘娘找了个经验丰富的稳婆，要不要奴婢明天带过来给娘娘见见？就不劳皇后挂心了，我的稳婆早就定好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娘娘，安心在坤宁宫禁足，别总惦记着旁人的事。他也太过分了，居然还敢来探口风。他就是来看看我有没有防备，不用理他。等他真动手的时候，就该算总账了。主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破水了，去把李稳嬷叫进来，按咱们之前定的安排来。娘娘放心，胎位正得很，就是刚发动，还得等一阵子。春桃，去传信给侍卫统领，按计划布防，殿里殿外都盯紧了。再派人去回禀太后和陛下，就说我发动了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李妈妈，今天就辛苦你了。外头不管出什么动静，都别管，专心接生就行。娘娘放心，老奴拼了命也保您和小主子平安。皇后娘娘，陛下有旨，您尚在禁足期，不得擅自离开坤宁宫，还请娘娘回去。放肆！珍妃难产凶险，本宫身为中宫皇后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本宫带了产科圣去，赶紧让开！劳皇后娘娘挂心，我的稳婆是太医院院判举荐的，胎位也正，不劳娘娘费心。你一个妃嫔懂什么？生产凶险，出了差错你担得起吗？皇后娘娘，太后有旨，静华宫一切由珍妃娘娘做主，擅闯者按谋害皇嗣论处。娘娘请回，不要为难属下。你。进去多久了？有没有动静？回太后，进去快1个时辰了。稳婆说胎位正，就是头胎慢些，娘娘也有力气，您放心。陛下，太后，方才抓住了3个想混进殿里的宫人，身上都带着活血药粉，审出来全是皇后娘娘安排的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都扣下了。好得很。他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连皇嗣都敢害。等小满生完孩子，朕立刻彻查此事，绝不姑息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太后，是位小公主，白白胖胖的，哭声比谁家的都亮，母女平安。好，平安就好，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孩子平安就好。皇后安排的人都抓住了吧？都抓住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跑不掉。这笔账，朕慢慢跟他算。小满啊，你受苦了。这次你护好了皇嗣，又揪出了后宫的祸患，功不可没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珍妃苏氏淑慎贤明，但遇公主有功，擢晋封贵妃，赐协理6宫之权，统管御膳房食补事宜。钦此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小满，恭喜你晋封贵妃，公主平安诞生，真是大喜事。多谢姐姐，等你生了，咱们就是双喜临门。周皇后谋害皇嗣，罪证确凿，已经弑夺协理6宫之权，终生禁逐坤宁宫。她的党羽也都处置了，以后后宫清静了，你安心养身子。